刚进入古老森林的萧炎一行人一路上顺畅到不可思议，直到小医仙突然停下来道：“周围起毒物了。”众人紧绷的心才放下一半。就说这人类境地怎么可能会如此平静嘛？有小医仙在，区区毒物不在话下。服用了小医仙特制的避毒丹后，萧炎他们重新启程。只是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随着萧炎一行人的深入，周围的毒物也越发的浓厚了。伴随着周围越来越多的凄厉惨叫，萧炎也见到了不少的尸体。起初萧炎并没有怎么上心，直到他看到了一具斗尊强者的尸体，才意识到这毒瘴有问题。因为斗尊实力的强者已经能够做到利用斗气将身体包裹得严严实实，寻常的毒气根本就奈何他们不得。同样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小医仙脸色顿时一变，旋即玉手抓了一把面前的那些毒气，竟是直接将它们吸入了体内。不多时，小医仙娇躯猛地一颤，随后脸色变得十分难看。怎么了？见到小医仙这般，萧炎连忙问道。轻吐了一口气，小医仙沉声道：“这些并非是毒瘴，而是毒虫。”毒虫？萧炎懵了，仔仔细细地看了看面前的毒物，并没有发现任何不妥。好险没给他看成斗鸡眼。还是小医仙出声解释道：“这些毒虫非常的小，小到肉眼都是看不见的地步。它们悬浮在森林里，伴随着人的每一次呼吸钻进人的身体。而我的体质特殊，它们一进入到我的身体，便是会被毒死。先前没有发现，是因为吸入的较少。”说到这里，小医仙停顿了一下，看了看众人后，才接着说道：“现如今你们的体内恐怕也有这些东西存在。”话音落，萧炎等人都是忍不住的倒吸了一口凉气，汗毛竖起来了2秒钟后，萧炎果断给自己来了一个异火焚身套餐。下一秒，萧炎的体内竟然是响起了令人头皮发麻的吱吱叫声。听着毒虫们临死前的悲鸣，萧炎的脸色一阵发青。这该死的东西！只见萧炎一边吐槽，一边屈指一弹，将那些个毒虫骨灰从指尖喷射了出去。确认自己体内连根虫毛都没有后，萧炎才翻手击掌，给青灵、彩铃他们也安排上了分身套餐。待得一连片的吱吱叫声彻底沉寂下来之后，众人身上那呆立的汗毛才乖顺了下来。都不要离开我周身5丈距离，这些毒虫能够无视斗气的护体。目光警惕地扫过四周，萧炎张嘴吐出一团紫褐中带着一丝苍白的异火，令其悬浮在头顶，覆盖住周身5丈，之后才松了一口气，暗自道：这莽荒古玉果然名不虚传啊！好在这次发现的及时，要是等体内的毒虫积累到一定数量，那不死也得残啊！不过机遇总是与危险并存的。握了握拳头，萧炎目光火热地望着古玉深处，他知道自己必须得加快速度了。有异火的护航，萧炎他们之后的路走得很是顺畅，没过多久便是冲出了毒瘴。闪身掠上一旁的巨石，目光朝着眼前一扫，一道足有数百丈庞大的天剑出现在了众人面前。这天剑极深，其中更是毒气缭绕。天剑之后是一片连绵无尽的山脉，这些山脉高达万仞，以巨龙之姿盘踞在这天地之间，那里才是真正的莽荒古域。凝视着这片望不见尽头的古老山脉，萧炎轻吐了一口气。他隐隐间感应到了许多凶悍的气息，但那又怎么样呢？只见萧炎手掌一挥，一枚透着些许翠绿之意的珠子便是出现在了他的掌心之中，正是那枚当初从菩提化体弦之中沉淀而出的菩提子，眼下用来引路是最好不过了。手握菩提子，萧炎眼眸微眯，仔细地感应了起来，半晌之后才缓缓睁开双眼，目光望向西北方。萧炎轻声道：这里或许距离菩提古树太远了，无法清楚地感知到它的确切地点，但从菩提子中的一点信息回馈来看，大致是这个方向。走吧。收拾好菩提子，萧炎也不过多停留，脚尖一点巨石，就是一个旱地拔葱，旋即踏着虚空，朝着天剑的另一边迅速掠去。小医仙他们紧随其后。不过眨眼间，萧炎他们便抵达了对面。然而就在他们刚刚踏进那一片天空时，他们被狩猎了。首当其冲的就是萧炎。小心！察觉到危险，彩铃与小医仙急忙出声提醒道。萧炎脚下动作顿了顿，旋即袖袍一挥，一股恐怖劲风便是席卷而开，重重地轰在那几道黑影之上。随后几道通体发黑、双眼血红的暴形凶兽就从半空坠落，没了声息。看来这片地域凶兽不少，我们不能飞过去，不然的话，不仅会引起一些闯进这里的人注意，还会引来那些麻烦的凶兽。彩铃黛眉微蹙道：萧炎赞同点头，旋即便是按落下身形。只是几人刚落下地面时，后方突然传来几道破风之声。
好在定军看去只是几名到达了斗尊层次的强者，萧炎不想给他们有所牵连，领着众人就走了。那几人也算是识趣，左右都是竞争对手，见萧炎一行人实力更强，就换了个方向赶路。不知时间过了多久，一道凶悍的斗气劈链突然自森林之中爆掠而出，然后狠狠地轰击在一头体型硕大的凶兽身体之上。那凶兽惨叫都没来得及吼出就死了，剧毒并没有令他痛苦多久。随着这头巨大凶兽倒下，几道身影缓缓自森林之中走出。还好这里的凶兽抗毒性并非高到不可对付的地步。小医仙望着那通体发黑的凶兽轻声道：“先休息一下，等青城长老太路回来吧。”萧炎的目光看了一眼远方，道，随后找了一处地方坐下了。彩铃他们也坐在不远处。小医仙就近走到一块石头旁，盘腿坐下，随后道：“这菩提古树的诱惑力太大，即便是那些远古种族都不会轻易放弃，更何况其他的那些大势力。不过我们这一路走来，倒是并没有遇见那些大势力的队伍，想来按照他们的实力以及速度，进度比我们要快上不少吧。”微微点头，萧炎明白小医仙的意思，但菩提古树这等宝贝怎么可能会被轻易搞到手？因此他们倒也不用急于一时。正沉吟间，青城长老回来了。青城长老如何？萧炎抬头问道。前面倒是没有太过危险的地方，不过我遇见了一支队伍，我暗中观察了一下，应该是天明宗的人。青城长老道。天明宗的人？闻言，萧炎眉头一皱，他对天明宗可以说是极其不感冒，毕竟之前结下的梁子可不小，若是见面的话，恐怕少不了一些摩擦。想起那些不愉快的回忆，萧炎正想说些什么，青城长老却是突然出声，表示自己在暗中探查时听到了一些谈话，那就是天明宗打算将他们前面不远处的一支队伍给解决掉。萧炎一听这话笑了，道：“不用管，狗咬狗一嘴毛，我们继续走我们的。”随后就欲起身，并顺嘴问了一句：“前面的那个势力是哪方呢？”“好像是花宗的人。”青城长老沉吟道。此话一出，萧炎站起的身子顿时就凝固了，脸挺疼的，真的是一些混账东西。萧炎阴沉着脸道。看着萧炎突然转变的态度，青城长老有点懵，迟疑了一下后问道：“少阁主，你是打算动手宰了天明宗？”缓缓起身，萧炎咬着牙道：“上一次劫杀他的事情可还没算清呢，这一次居然遇见了，那说什么都不能轻易放过了。”萧炎他们正朝着花宗的方位全速赶来时，云云一行人已经被再次围困了。花宗此行前来的人中，仅仅只有这一名实力达到9星斗尊的长老，但这位长老却是在不久前陨落在了天明宗与凶兽的联手之下。而云云虽说在萧炎的帮助之下，已经将花婆婆传承给他的斗气尽数炼化，其本身实力也是达到了8星斗尊层次，但天明宗那边却是有着2名9星斗尊的强者。青花长老的牺牲并没能为他们争取太多时间。云云宗主，你们是跑不掉的，何必再负隅顽抗？再说，能够让我们副宗主垂青于你，也是你的福气。到时候你们师徒2人共侍一夫，倒也算是一段佳话呀。困住云云他们的第一时间，一竹竿似的老头就出声怪笑道：“无耻之徒！”纳兰嫣然咬着银牙，怒喝道：“这个称呼，老夫喜欢。”那老者恬不知耻的道，颇有一副你越反抗我越兴奋的架势。而此时的天明宗副宗主柳苍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他迫不及待的想要调教这师徒2人了。至于花宗之内那些闭关的老不死，虽说是有点麻烦，不过没关系，只要他将其他人杀了，就不会有人知道了。舔了舔嘴唇后，柳苍下令道：“除了云云与其弟子，其余的杀了。”云云知道此战凶多吉少，紧了紧手中的剑，便是嘱咐纳兰嫣然等自己突破一个口子就立即离开。纳兰嫣然却是根本不听，他下定了决心要跟老师同生共死，一如既往的倔强。双方很快就打了起来，一开始双方的战力达到了一种诡异的平衡，无非是花宗众人秉承着死也要多拉几个垫背的信念，可时间一长就不行了。这不，云云正以一敌4不落下风，余光却是瞥见了一道娇俏身影倒飞了出去。一看自家徒儿重伤喷血，云云当下也顾不上许多，立马出手将纳兰嫣然救回。可这一举动也直接导致同他对战的敌人找到机会，闪身就是2拳轰在了云云的香肩之上。见云云受伤，之前大难不死的妖花邪君这下可算是小人得志了，嘴上不断羞辱着云云的同时，手中的铁扇猛地点向云云的小腹之处。云云宗主，等你日后被副宗主调教好了，我会让得你那小情人来见见你。
妖花邪君正得意地宣布着，下一秒人没了，准确地说是被一个金色巨人锤成了肉泥。这可把一旁的天明宗众强者吓坏了。看着那金色巨人嫌弃地甩了甩沾上的肉沫子，天明宗众人十分默契地齐齐后退了2步。天明宗的狗还是这么惹人嫌。那金色人影道：“不知阁下是何方高人？这是我天明宗与花宗之间的事，阁下莫非真想要插手不成？”柳苍稳了稳心神道：“那金色巨人懒得理他，冷笑一声后，直接将地上那一坨烂肉朝着柳苍踢去。这般挑衅的动作可把柳苍给气坏了。隔空将那肉团捏成血雾爆开后，柳苍一记大明龙拳就朝着金色巨人的脑袋轰去。黑色巨龙凝聚之时，声势之浩大，仿佛只要一拳就能锤爆巨人的狗头。而那金色巨人却是缓缓抬头，旋即毫无花哨的一拳轰出。随后就见空间崩了，闪耀着金光的拳头重重的与那黑龙撞击在一起时，一道哀鸣顿时响起。然后那黑色巨龙就是被生生打散了去，残余的劲风更是速度不减，直接透过空间轰向柳苍。柳苍一个躲闪不及，就体验了一把空中蹦极加速版。落地之时，顺便还将那块足有数十丈庞大的巨石加工成了石粉。天明宗众强者见自家最强的一位选手居然被对方一拳轰飞，有些慌张，因为他们知道这意味着他们的对手实力至少达到了2转甚至是3转斗尊巅峰的层次。然而刚缓过一口气的柳苍却是不服的，他觉得刚才就是自己没有发挥好，所以这一次还是群殴吧。混账东西！邱长老还有其余所有人随本宗一起出手。狼狈的从石粉中挣扎着爬了起来，柳苍脸也不要了，抹去嘴角血迹，就怒声咆哮道：“老大都发话了，还能怎么办？打呗！小心！”云云见柳苍等人不讲武德的行为，急忙出声提醒道。然而面对柳苍等人的联手，那金色巨人却是一声冷哼，随后不进反退，又是一拳轰出，几乎是瞬间烟花炸弹就形成了。只见场中除了柳苍以及那名竹竿似的黑袍老者外，其余的人几乎全部是一口鲜血喷出，那身体就如同发射的导弹一般，朝着四面八方飞出去老远。停下时还弹了弹，生死不知。见状，柳苍终于是怕了，他觉得自己还可以抢救一下，于是连忙出声道：“你究竟是什么人？有话好说。”然而那金色怪物根本就不理他，只一步一步地走向他，其中杀意毫不掩饰。逃！柳苍当机立断，脚掌狠狠一跺地面，身形便是快若闪电般的对着后方暴掠而去。那竹竿般的黑袍老者见状，更是连忙朝着另一个方向逃命去了。混蛋！待得本宗查清你的底细，必要你求生不得！狼狈逃窜间，柳苍的心中不断的冒着怨毒念头，只可惜他的各种想法只能等下辈子再找机会了。那金色巨人对他的执念很重，追上来就给了柳苍背心一拳。没等柳苍想明白这金色巨人怎么速度突然这么快的时候，他的脏器就离他而去了，只一拳，内里皆成粉末。柳苍至死都没想明白，自己只不过是在追逐云云等人而已。这个突然窜出来的神秘巨人为什么会对他们进行这般疯狂的杀戮？此时一拳轰杀柳昌所有升起的金色巨人正冷漠地注视着北方的天际，而那里正是先前那竹竿般的黑袍人逃窜的方向。不多时，一阵破风之声突然响起，竹竿老者竖着跑的，横着回来了，与他一同回来的还有几道身影。望着那群出现的人，云云的目光骤然凝固在一道容貌极为冷艳与妖娆的女子身上，当下一脸震惊，无法置信的失声道：“你是美杜莎女王，云岚宗宗主云韵。”云韵出声后，彩铃自然也是认出了这位旧识，旋即彩铃的美眸就瞪向了一旁的金色巨人。哼，难怪这家伙听说花宗出事就跟火燎了屁股似的疯狂赶来。而云韵在看到了彩铃一系列的表情后，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旋即目光转向那金色巨人，喃喃道：“萧炎。”听到云韵喃喃声的纳兰嫣然娇躯也是微微一震，随后极其错愕地抬起头，在一道道目光的注视下，恢复本体的萧炎尴尬地咧嘴一笑，之后从纳戒中取出一个玉瓶递给了云韵。云韵自己取出一枚服下后，就将玉瓶递给了纳兰嫣然，让她将其中丹药分下去。你们怎么会在这里？云韵似是随意地问道，余光却是瞥向了彩铃、小医仙他们的方向，正巧进入莽荒古域，撞见了天明宗的人，然后便是感应到了你们。萧炎笑道：“啊。”收回目光，云云微微点头。他明白自己实际上想要问的问题是得不到答案的，而自己也着实没有立场问些什么，但最终他还是没能忍住看向彩铃，想要通过聊天知道点什么。
可惜彩铃是个话题终结者，云云刚起了个话头就聊不下去了，这让本就有些尴尬的场面变得更是尴尬了。处于无形风暴中心的萧炎试图求助小医仙，小医仙却是在接触到他眼神的第一时间偏过头留了个后脑勺给他。青灵则是默默研究起了地上的花儿，萧炎郁闷极了，他属实是没想到自己就这么被抛弃了。最终还是一位花宗的长老上前打破了这份诡异的平静。少阁主，这次多谢你出手相助了。那长老道。萧炎借此机会跟那长老聊了聊，直到萧炎问到了其他势力目前的情况，云云才接过话头表示，他们应该已经快要接近莽荒古域的古玉台了。古玉台遗留自远古，属于安全区，不过我们距离那里恐怕还有着将近2日的路程。萧炎在得知古玉台的属性时就陷入了沉思，能够穿过这重重障碍最终抵达古玉台的势力，其实力必然是极强的，而那里说不定还有着一些萧炎的对手，比如说魂殿。眼下若是能够壮大自己的队伍是再好不过了。想到这里，萧炎当下就对着云云发出了同行的邀请，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赶路吧，双方的人加起来实力总归是要强一些，遇见麻烦也好相互帮忙。闻言，云云愣了一会儿后，转头看了看自己身后的伤员们，最终同意了。尽管萧炎身边那尴尬的氛围让他很想逃离，但云云清楚，在这莽荒古域，光是依靠他们这群残兵弱将的力量，恐怕要抵达古玉台都是有些困难的。云云是知道前往古玉台的路线的，他告诉萧炎，接下来需要先一直往东走，因为西面的路线虽然更近，但那里的主道被一头战力足以跟5转斗尊巅峰强者相媲美的远古天魔蟒占据着，若是要穿过去的话，必然会惊动他。云云的本意是想要借此提醒萧炎远离，不曾想萧炎在得知有远古天魔蟒的时候，眼睛都亮了。远古天魔蟒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变异蛇系凶兽，凶残程度远非九幽地冥蟒能及，其血液却是有着洗刷并且提升肉体强度的作用，而这些功效正是萧炎目前所需要的。有了它，将金刚琉璃体修炼到巅峰的9丈9尺就完全不是问题了。而萧炎曾在古籍上看到过，远古天魔蟒还有着筑血池的习惯，因为这个血池会是他们后代出生繁衍的地方，为了能够让后代吸收到足够的能量，他们会花费数百年的时间来源源不断的搜集那些有着浓郁能量的天才地宝，然后投入其中，这些能量会被血液所吸收，最后全部融入到其出生的后代身体之内，这不正是为自己量身定制的吗？这等好事定然不能放过，毕竟后面还要与那些强悍势力打交道，实力才是硬道理。想到这里，萧炎的眼眸闪了闪，随后问道，你们亲眼见过那远古天魔蟒？还交过手，差点就走不掉了。云云凝重的道，我打算去一趟，那远古天魔蟒与我有大用。萧炎望着云云道，什么？萧炎的打算令得云云等人顿时大惊，萧炎却是笑了笑，表示自己并非是胡来，己方战力他心里还是有数的。云云见萧炎坚持，后悔之余还有着一些无奈，最终云云还是上了萧炎的贼船。既然你执意，那便一起吧，正好我们知道路线，能够让得你迅速的找到远古天魔蟒。云云叹息道。萧炎闻言松了一口气，随后笑道，那便麻烦了，放心，不会让你们出什么意外的。考虑到花宗的战损情况，萧炎决定先休整半小时后再动身，对此众人都没有什么异议。时间转瞬即逝，萧炎睁开双眼准备说点什么的时候，突然感应到了什么，于是迅速低声招呼众人立即隐蔽。萧炎他们退入森林之中后不久，就见一道的身影就这么大刺刺的从半空中飞掠而过。这些家伙好大的胆子，也不怕引来凶兽的围攻。小医仙皱着眉道。萧炎目光死死地盯着天空上的人影，凭借着过人的眼力，他清晰地看到了一张不算是陌生的脸，是天皇族的凤青儿。想当年在斗圣遗迹见到凤青儿时，后者不过方才斗宗实力，然而现在凤青儿的实力竟然超过了寻常的斗尊巅峰强者，而且萧炎还从凤青儿的身上感受到了一种淡淡的威压，那种威压应该就是远古天皇的威压了，毕竟相似的威压他曾在紫妍的身上感受到过。这个女人肯定也是遇见了大机缘才会导致实力暴涨的。想到这里，萧炎倍感压力，看来我也拖不得了，此次必须前去那远古天魔蟒处，我要借助他血池里的能量，将金刚琉璃身修炼到巅峰，并且突破到9星斗尊的层次。握紧了拳头，萧炎暗暗道，随后转头看向众人，萧炎一声令下，出发。远古天魔蟒就在这里了。在距离一座黑烟缭绕的飓风的不远处，云云轻声道，我们走，准备动手。目光炙热的萧炎道，随后便是一马当先的冲了出去。远古天魔蟒的感知十分敏锐，
尽管萧炎一行人已经将气息压制到了最低点，却还是在刚刚冲进黑雾之时就被远古天魔蟒赏了一尾巴。好在萧炎的反应也不慢，第一时间就将自己变成了一个金灿灿的小巨人，随后就用双拳硬扛了这一击。一人一蟒的首次对抗以萧炎的小胜告终。那蟒鳞都被打掉不少的巨大黑尾回去把他的老大哥蟒头给召唤了过来，看着自己的黑尾被欺负，蟒头气坏了，一个暴冲就想跟萧炎贴，最好是负距离的那种。萧炎看了看那已经不能称之为蟒脸的人脸，又看了看其高达数百丈的蟒身，当即就下令动手围攻。毕竟这个大家伙至少也是达到了五转斗尊巅峰的实力。彩铃是最先响应萧炎的，娇躯一个跳跃，便是在云层中化为了一条体积丝毫不下于天魔蟒的七彩吞天蟒，旋即一股无形的威压弥漫而开。感受到这股威压的天魔蟒身形顿了顿，但也就仅此而已了，因为彩铃的实力尚不足以令得他畏惧。再说了，凶兽嘛，红了眼主打一个不讲道理，就算是遇到了比他强的，也得上去啃两口。彩铃变身后主要负责召唤彩色雷霆空中骚扰，那天魔蟒完全没在怕的，最终喷吐出黑色光柱，就将那些彩色雷霆尽数接下了。虽说口气是臭了点，但萧炎他们加入战场之后他就憋屈了，主要负责一个挨打。虽然大部分攻击对他来说都是可以忍受的，但萧炎下手那叫一个黑啊，看看他身上那些炸开的鳞片就知道了。天魔蟒也是个记仇的，抓住一次机会就是一尾巴甩在了萧炎身上，金铁交击的脆响声后，就见一阵火花四射。受到重击的萧炎先是一声闷哼，随后双手趁机死死地抱住那巨尾，旋即体内异火暴涨，紫褐色火焰顺着天魔蟒的身体就撩了上去。眼看着自己就要变成炭烤大辣条了，天魔蟒疯狂地扭动着，试图将萧炎甩出去，结果没成功不说，还被萧炎抓住机会狠狠地在其尾巴之上捶了几拳。可惜鲜血和剧痛并没有让得天魔蟒屈服，他反抗得更凶了，凶到萧炎都觉得自己要顶不住的时候，青灵的声音突然响起：“萧炎少爷，让他的眼睛对着我。”听到这话的萧炎顿时精神一振，深吸了一口气，蓄力后，萧炎强行将天魔蟒的身体给生生的转了一个弯。从未被如此对待过的天魔蟒怒了，然而没等他狂暴起来，他就在那半丈大小的碧绿色妖异眼瞳的注视下泄了气。随着3朵绿色花朵的急速旋转，天魔蟒眼中的杀戮与暴戾迅速减弱。萧炎见此情况，狠狠地松了一口气。但就在众人眼看着天魔蟒的杀意就快要尽数散去之时，天魔蟒突然觉醒了，随后便是疯狂的反抗。萧炎一边感叹这畜生果然不好对付，一边出声招呼众人压制住他。一时间，彩铃的威压、云韵、小医仙等人的提炼尽数抵达。如此之多的威压之下，天魔蟒也是没招了，只能无能狂怒。青灵则是趁着这个机会，结出一道道繁琐而玄异的印结，召唤出了9头天蛇。那条足有1000丈庞大的蛇形虚影出现时，天魔蟒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做害怕。一蛇三花瞳，妖眼开！只见青灵眼瞳之内3朵碧绿色的花朵猛然一颤，旋即3朵花朵便是徐徐的绽放开来。而在那3个花朵交融的中心点处，一只碧绿的令人感到心寒的妖异瞳孔苏醒了。就在它睁开的一瞬间，天魔蟒那原本有些颤抖的巨大身躯瞬间凝固了。推远点！同样被注视到的萧炎当下精神就是一阵恍惚，心头大骇间急忙松开天魔蟒，身形急退，同时不忘出声提醒着众人。意识到青灵的那妖头是无差别攻击，众人连忙闪开，随后就见一道拇指大小的碧绿色光束突然自妖瞳之中爆射而出，旋即闪电般的印在了那天魔蟒的脑袋之上。下一秒，一个巴掌大小的绿色花朵便是浮现而出。这一下，那天魔蟒巨眼之中就只剩温顺了，虽然有些空洞。此时，青灵才缓缓闭上双眼，散去了9头天蛇的虚影。控制住了，萧炎控制着身体变回原形，然后出现在青灵身边，道：“还好先前消耗了他不少力量，再加上彩铃姐姐的灵魂压制，不然的话还真降服不了这个家伙。”青灵笑着道。从空中飞掠而下的彩铃听到这话，看了青灵一眼，他是没想到这个小妮子竟然这么厉害。先前召唤出9头天蛇时，连他都感到有些许心悸。那便好，赶紧去找天魔血池。萧炎出声道。确定完众人的损伤情况不影响赶路后，萧炎就领着大家掠向了那座弥漫着黑雾的巨大山峰。天魔蟒的巢穴很好找，就位于这座山峰的山心位置。萧炎一行人顺着山体之内隐隐传出的能量波动找到其巢穴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座白骨堆起的小山。从白骨中穿过，正对一处山洞，萧炎他们在洞穴的尽头找到了血池。望着那弥漫着猩红血液还时不时翻起血泡的血池，小医仙皱紧了眉头道：“这便是天魔血池。”
应该就是这东西了。感受着池中的精纯能量，萧炎点了点头道，随后目光看向青灵，萧炎又道：我可能会在这里耽搁2-3日时间，这段时间中，青灵你便是将远古天魔蟒召唤出，继续镇守这里。想必即便是有着来往的强者，也不会没事儿来招惹他这种存在。青灵点了点头，不会出什么事吧？看了一眼上还悬浮着残肢的血池，彩铃有些不放心的道：放心，这里面的能量虽然狂暴，但却并非是忍受不了的。萧炎笑着安抚道。彩铃见萧炎心意已决，便不再多说什么，嘱咐萧炎多加小心，有变故便发信号后，就领着众人退了出去。等看不见几位家人后，萧炎才收敛了笑容，转身凝重地望着面前的血池。我本体体质便是强悍，再加上体内还隐藏着龙皇骨甲，我便不信还奈何不了这天魔血池。在血池边为自己打完气后，萧炎不再迟疑，直接跃进了血池。萧炎跳进血池后，极端狂暴的能量就铺天盖地地朝着他的体内钻去。那狂暴能量之中还带着一种极强的腐蚀之力，随着能量的钻入，萧炎的身体爆发出了阵阵的白烟，深入骨髓的剧痛让得萧炎的脸庞变得十分狰狞。我便不信，连你本体都能解决掉，还解决不了你这天魔血池。深吸了一口气，萧炎手中结印放出异火，异火一出场，硫酸池瞬间变成了温泉池。经过异火淬炼后的能量不仅温顺，还异常精纯。伴随着一股股精纯能量源源不断地涌进体内，萧炎盘腿悬浮在血池之中，开始了正式的修炼。直到3日后，血池已经彻底枯竭，盘腿坐于众多不知名骨海之中的萧炎，才迎来了他突破的契机。金刚琉璃身，猛地睁开双眼，萧炎低喝道，旋即萧炎的身体几乎是瞬间便暴涨了起来，3丈、5丈、8丈、9丈。山洞之内，金灿灿的巨人双脚踏立，随后一个屈膝跳了起来。凭借着惊人的铁头功和弹跳力，萧炎一举冲破山顶，出现在了半空。随后一道惊天动地的低沉吼声在天际响彻。一早听到动静就掠上半空的一行人，看到那巨大的金光身影，心色各异。气息长了许多，成功突破到9星斗尊了吗？彩铃喃喃道。少阁主的修炼速度，当真是让人不得不惊叹啊！那青城长老也是轻叹道。一旁的纳兰嫣然见到这场景，却是满心的懊悔与悲哀。那本来应该成为她丈夫的男人，那被她看作废物，执意要退婚的男人，如今早已经远远地把她抛在了身后。可悲的是，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爱上了他，这或许便是当年的报应吧。纳兰嫣然暗道。如雷的音波散去后，萧炎恢复本体，朝着众人飞掠而来。在询问了一下这2天的情况后，萧炎决定即刻启程前往古玉台。青灵见萧炎大手一挥，就准备飞的动作，连忙出声建议，将那远古天魔蟒当作坐骑赶过去。毕竟远古天魔蟒的实力，在这莽荒古域也算是排得上号的。借势狐假虎威一把，快速通过的话，能省不少的麻烦。这样好的建议，萧炎自然是采纳的啦。身形率先一动，萧炎便是跃上了天魔蟒那庞大的身体之上，彩铃他们紧随其后。等彩铃、小医仙、云云等人都掠上蟒背，青灵这才开启了这趟蟒行列车。有了天魔蟒代步，萧炎他们一路简直不要太悠闲。短短2日时间，他们就接近了古玉台的所在范围。在边缘地让青灵将天魔蟒收起后，萧炎等人又飞掠了10来分钟，才终于抵达了一片巨大的广场。看见那广场上密密麻麻的人群时，萧炎明白这里应该便是那所谓的古玉台了。叮嘱完众人都小心一些，萧炎率先朝着广场的中心位置走去。只是刚靠近外围的人群时，萧炎就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血腥味。那种血腥并非人类，而是凶兽。这些家伙难道还组队去围剿凶兽了不成？萧炎心里有些纳闷，不过还是先找薰儿吧。萧炎有预感，薰儿一定在。古族肯定不会放过菩提古树这等机缘的，毕竟菩提心以及菩提子对于达到斗尊巅峰的年轻一辈都有着巨大的神效。一路走来，萧炎找薰儿找得认真，并没有发现其身后各有韵味的美人团被人视线骚扰了。在彩铃他们的怒气值已经过半的时候，萧炎终于在中心圈的石台上看到了那抹倩影。然而萧炎踏上石台，正准备朝着心中的女孩走去时，却被一道冰冷声音叫停了。这里不是你能上来的地方，滚出去！脚步微微一顿，偏过头，萧炎目光顺着声音望去，凤青儿，萧炎哥哥。听到动静的薰儿睁眼就看到了自家萧炎哥哥正冲着别的女人不屑一笑。哼，好像萧炎有点麻烦呀。没想到他还跟天妖皇族的人有过节。古华都统笑眯眯的道，皱眉看向另一边的彩衣女子，薰儿轻声道：是天妖皇族，倒也太过分了一点。古清扬先看了看萧炎，又看了看那彩衣女子，随后淡笑道：先不要着急出手吧，萧炎能解决的。
古清扬这话，薰儿是很认同的，点了点头后，薰儿就将目光移向了他等待已久的女人身上。萧炎是不想理会凤青儿的，只道了一声聒噪，就抬脚想要继续前行。然而因为众人看热闹，场中现在安静的不行，萧炎的声音传出去了老远。凤青儿的脸色一下变得铁青，于是他出手了，彩色劈链撕裂空间，就朝着萧炎的脑袋轰去。萧炎左手探出，一把抓住劈链，下一秒火焰就沿着劈链朝着凤青儿暴掠而去。凤青儿见状，一声冷哼，就断掉了劈链，旋即体内气息一阵暴涌间，一道震慑天地的凤鸣之声响起。感受到这股气息的第一时间，萧炎就觉得这味道跟斗圣遗迹里那早已陨落无数年的远古天皇有点像。没等他多想，凤青儿那怨恨无比的声音就传来了：“萧炎，今日定要拿你的命偿还我所受到的痛苦。”凤青儿这话，萧炎听起来多少有点摸不着头脑。他们之间是有仇，但说的好像自己狠狠折磨过他一样。凤青儿其实就是想要找一个发泄口，才针对萧炎的。当初萧炎等人将龙皇本源果抢走后，凤青儿他们就将天湖的骨骸带回了族中。天妖皇族的强者为了不浪费隐藏在骨骸深处的纯正天皇精血，竟然选择将隐藏着天皇精血的骨骼直接移植到族人的身体之中。移植过程中的折磨与痛苦简直非常人所能忍受。被挑选出来接受骨骼移植的共有10人，而活下来的仅有2位，凤青儿就是其中之一。凤青儿认为都是因为萧炎抢走了龙皇本源果，才会有后面的事，所以萧炎必须死。然而彩铃等人见凤青儿还想动手，体内斗气皆是暴涌。天妖皇族这边的人见此情况不干了，纷纷朝着凤青儿周围靠拢。你便是萧炎，既然青儿要跟你切磋一下，那你便单独上吧，其余的人便不要出手了，不然的话你们应该会吃亏的。一彩头男从凤青儿身后走出来道：“吃亏的或许是你们吧。”彩头男话音落下后，一道强势的声音突然从另一边传来：“顾清扬，你们也想插手？”彩头男道：“单打独斗倒也不需要插手，只是看不惯以多欺少而已。”顾清扬淡淡的道，随后看向萧炎，微微点头。萧炎回之一笑，之后将目光看向了古族人群中的那名青衣女孩。他知道天妖皇族不是寻常势力，古族现在愿意出手，多半是薰儿的缘故。对上萧炎的目光，薰儿也是冲他嫣然一笑，并没有说话。既然如此，那便由你去试试吧。同古清扬僵持了一会儿后，彩头男偏头冲着凤青儿道：“得了令的凤青儿这下算是尾巴翘得比天高了，抬起下巴，目光冰冷地看着萧炎。凤青冷声道：“萧炎，可敢一战？”对于这迫不及待想挨打的请求，萧炎自然是满足他喽。如你所愿。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视频都看到这里了，给您来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年底的更新了。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